刚下夜班就遇见黄皮子讨风，我张口就是英文。Sorry, I don'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。谁知黄皮子也不含糊。Do you think I look like a person? Boy, God！ 我瞬间亚麻呆住了。老夫修炼600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。你说我是像人还是像神啊？我无奈地说了句你像神，他就幻化成了人形，随手一挥，一个光团便没入我的手机里。赐你一番造化，便是了这份善缘。就这样，我手机里多了一个名叫震惊部的软件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但第二天我在外面摆摊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。震惊部特别报道，彩民张景纯喜中6000万，时隔8年，本市再次出现超级巨奖。爷，这短信上的人不就是我吗？我平时连一张刮刮乐都没买过，怎么可能会中奖？吃，中奖时间居然是2月18号，可今天才17号，推送时间提前了1天，简直扯淡！这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，简直太没节操了。就在张景纯准备卸载这个震惊部时，叮的一声，又是一条来自震惊部的消息。当看到那标题时，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2月17号下午6点，蜜语花店上方的招牌突然坠落，砸死一名女孩，年仅25岁。蜜语花店不就是我前面的这个花店吗？此时墙上的招牌摇摇欲坠，距离出事的时间还有1分钟。张景纯刚好看到有一个美女正准备出来，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。我靠，不会是真的吧？算了，没时间了，不管了。张景纯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。不要啊！神经病啊你，臭流氓！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，要是再慢那么一点点，恐怕这女孩性命难保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女孩显然是被吓傻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刚刚对不起，谢谢你。你有名片吗？我这还有急事，等我办完事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张景纯指了指路边的挂摊，你是个风水师？我叫张景纯，平时就在那里给人算卦。哦，可那不是老头才干的事吗？你怎么？我是真的风水师，刚刚这事就是我算出来的。咦！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一听，全部都一脸质疑的看着张景纯。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说完，女孩上了一辆豪车离开了。随后，一群吃瓜群众全部围了过来。原本生意冷清的摊位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收摊。回到家，张景纯一看今天挣的钱竟然是250，这数字有点尴尬呀。他突然想起关于中奖的那条短信，要是中6000万的事也是真的，那我这辈子岂不是要翻身了？想到这，张景纯再也不淡定，赶紧打开手机查看，只见上面写着2组数字，奖金除去各种税后合计6132万元。纯儿，你在哪呢？赶紧来医院吧，你奶奶出事了。原来1个月前，张景纯的奶奶查出了绝症，需要换肾。今天医院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肾源，可医院要求最迟明天早上就得交钱，否则肾源就让给一个台商老板。张景纯的母亲本想瞒着，怕他担心，可他实在是借不到钱了。哎，就算我明天确实中了6000万，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张景纯发疯似的给所有人都发去了信息，希望有人能帮一把，甚至把马上要中6000万的信息都说了出来。可没一个人愿意帮他，更别提相信他会中6000万了。现在只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师叔算是这个圈里混得最好的，徒弟无数，别墅几套，在风水界恐怕没几个比他混得好的。这么大的事跟他张口渡过难关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天雷子是张景纯他爸的师弟，两人如亲兄弟一般。父亲去世后，张景纯逢年过节都会去他家问候。这个电话他一直没打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了。因为太晚，张景纯只好发了条短信。师叔回得很快，简单寒暄几句，张景纯便向他说起了奶奶的事。不过信息发出去之后便没了消息。张景纯苦笑一声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。张景纯明白，世上最难的莫过于向别人借钱，不但自己难以启齿，可能对方也很为难。此时的他实在无能为力了，唯一明白一点就是，无论如何，明天绝不能把肾源让给那个台商，那可是他奶奶的命。第二天一早，张景纯刚到医院，便听到病房里在大吵大骂，他赶紧冲了进去。医生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们3天的时间，这钱我们一定会交齐的。麻烦先给我妈做手术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医院有规定，没钱不能动手术，你们赶紧办住院手续吧。医生同志，求求你给我奶奶一次机会吧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多加100万给你可以吗？别开玩笑了，你要是能有100万，我直接辞职跟你干了。大夫，这是我们家的房产证，我老公说我家这地方可是风水宝地，叫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卖这房。现在只要能救我婆婆的病，房产证我压在你这里行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风水宝地？医生嘴上这么说着，不过还是把房产证接了过来。切，我还以为在哪呢，这不就是城中村吗？这风水宝地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护士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这老太太推到走廊上，台上马上就到了。眼见护士就要去推床，张景纯此时再也忍受不住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奶奶！保安，保安，快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这时进来4个保安，刚要上前，全都给我住手！马主任，这个病人留下，马上去做手术。张景纯扭头看去，眼圈一下就红了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在花店救下的那个女孩。不要啊！我凭借预知未来的能力救下了一个女孩。正当我得意之时，奶奶病危的消息传了过来。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，我家哪怕把房子卖了都不够用。我跟母亲的苦苦哀求，可主任医生直接叫来保安要把我们赶走。就在这时，被我救下的那个女孩突然出现阻拦。依然，昨晚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爸了，你爸说了，照章办事，要不然所有的病人都先赊账后看病，那咱们医院还开不开了？你没听懂吗？马上去手术，而且医药费全免了。
马主任傻眼了。这可是换肾手术啊，大姐，这一套下来要多少钱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大小姐，别开玩笑了，要不你给你爸爸打电话，只要他同意，我亲自上阵给老太太动手术。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走人？行，你不打我打，我就不信你爸也由着你的性子。马主任，我再明确的告诉你，医院的事情我全权处理。既然你不服从安排，那就去结工资吧。什么？你要辞退我？财务部嘛，给马主任结工资。对，立刻，马上。众人听到后瞬间傻眼，马主任此时也懵了。依然，再怎么着，我也是医院的二把手，你说开就把我开了。你觉得这位医院能离得了我吗？虽然这马主任平常手脚都不干净，经常对小护士动手动脚，但是在医术方面绝对是一流。哼，你都做了什么事，心里没个数吗？我没把你送到局子里，已经给足了你面子。至于说医院离不开你，我怕你是太自信了。我去国外留学8年，为的就是不让你牵制华康。这回我说的够明白了吗？保安把这马厚德给我清出去。是。庄怡然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咱们没完。没有我，这医院早晚得栽在你手里。哼，准备手术。是。护士赶紧推起病床，火速奔向手术室。放心，奶奶的手术我亲自来做。张景纯鼻子一酸，狠命的点点头。谢谢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大小姐？不会是你偷偷谈的女朋友吧？你这孩子怎么也没给我说一声？妈，你别瞎说，我们也是昨晚才认识的，甚至我都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张景纯便把昨晚花店的事给他母亲说了一遍，不过并没有提到那个叫郑金部的软件，不然他妈又该问东问西了。再说那被炒了鱿鱼的马厚德，并没有去财务部领工资，而是跑去找到了女孩的父亲庄院长。我说老哥，你这才退下来，你女儿刚一接手医院就把我给开了，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见庄院长没有理会自己，马厚德接着说道：“这都不算啥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我这么一个元老级人物，还比不过一个病人。依我看，你女儿绝对是被那个臭小子给迷惑了。他竟然说1分钱不要，那可是换肾的大手术啊！你怎么能让你女儿这么胡来？”庄院长这时也听不下去了。好了，孩子们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我觉得你也得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你和那4个小护士的事儿，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？那都是谣言。谣言？就凭你这句话，我觉得就不用再说了。人家几个早就投诉到我这了，要不是我压着，早就把你给开了。庄哥，没想到我在你心中是这么个地位。得，华康是你家的，我无话可说，这个跟头我认栽。不过庄哥你可别后悔。哼！马厚德说完便甩袖离去。4个小时后，手术非常成功。张景纯拉着庄怡然向他拼命道谢，随后闲聊了几句便分开了。多亏了那个震惊部，要不然奶奶的命可就完了。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要去买彩票的事。看样子那6000万的是准了，可我从来没买过，得赶紧去研究研究。于是他给母亲打了声招呼，便火速离开，赶到了票站。毕竟是第一次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这时正好看到一位大爷拿着一张纸走来，上面写了一行数，交给票站的老板娘就帮他打了票。于是张景纯也学着样子交给了老板。张景纯有点心虚，毕竟这可是6000万，他总觉得自己跟作弊没什么区别。不一会儿票打好了，张景纯刚要伸手接过，却发现这老板娘正盯着自己，竟然还冲着自己眨了眨眼。我去，我这是被撩了。张景纯可是头一次被撩，弄得脸红心跳的。这老板娘几个意思啊？吓得张景纯赶紧接过小票就走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把票儿放好了，别弄丢了。要是弄烂了，就算中500万也对不了奖。听到这张景纯点点头，赶紧离开了。我一个死穷鬼，脑袋一抽，跟黄皮子说了句你是神。隔天手机上就收到我明天会中6000万的消息，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票站，没想到却被风韵犹存的老板娘给撩了。这女人有毒，怕是多看一眼就把自己魂给勾走了。我怎么说也是个大龄初哥，再怎么也不能把这宝贵的第一次让他给霍霍了不是？此时他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庄怡然那天生丽质的模样。这个还不错。天逐渐黑了，张景纯站在外面冷静了一会儿，转眼又走进了票站。因为震惊部上说这6000万是分2次购买的，他怕万一跟震惊部的消息不符，到时候对不了奖的话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刚一进门，老板娘便第一时间打起了招呼：“嗨，来了老弟。我再买一张。哟，这是咋了？感觉来了。”张景纯一听，简直有点一车无惧。哦，对，感觉来了，我再来一张这几的号。年轻就是好，这感觉说来就来。弟弟，你这号都是怎么来的呀？一晚上还来2次？什么叫一晚上来2次？哎，弟弟，我感觉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在路边摆摊的那个风水先生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。要不你给我算一卦吧，这都过了小半年了，一点钱都没赚到，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要不我把门关了，让你给我好好算算。张景纯顿时感觉有点招架不住。别关门了，我帮你看还不行吗？别单独做生意。来吧，你帮我看看今年的财运怎么样。就在张景纯准备开始时，这时有人来买彩票，老板娘便忙活起来。张景纯怕再待下去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，赶紧和老板娘打声招呼离开了。
晚上，张景纯守在屏幕前，一个数一个数的对着，最后一字不差，2张票一共6000多万。看着那2张巨额大奖，张景纯忍不住大笑起来。真感谢当初拽杨文的黄皮子，现在就期待着10号去领大奖了。今天晚上是我做穷人的最后一晚，明天开始，我的命运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另一边，庄依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。然然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平常不是挺早的吗？怎么今天？还不是因为那马厚德，我今天把他辞退了。这家伙带的那几个学生竟然集体离职，爸，这都是你留下来的烂摊子。你这孩子，我把咱们华康医院做到全市第1，全省第2，你竟然说你爸给你留下了个烂摊子！爸，看把你急的，我不是说咱们医院不行，而是咱们里面的医生不行。要不是有这个拉帮结派的马厚德，今天我也不可能这么累。对了，那个叫张景纯的小子怎么回事？我听到马厚德说你和他关系不一般，什么关系？你不会喜欢那小子吧？听说他是个算命的，你可别被骗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算命？他要是会算，怎么会沦落到在外面摆摊？你妈说的没错，在我看来，那些都是扯淡的玩意儿，都是迷信。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从现在开始都得跟他断绝关系。还没等到庄依然开口，他爸妈这时候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开轰。10分钟了，庄依然就这么听他们说的。你这孩子怎么不吭声呢？说呀，你到底和他什么关系？不会真是你男朋友吧？庄华康这时也急了，赶紧说，你俩到底啥关系？爸妈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我和张景纯只是一面之交，才认识1天，怎么就成男朋友了？别听那马厚德胡说八道。什么？你们才认识1天，你就答应给他奶奶免费看病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知道换个肾再加上后期的治疗费用要多少吗？就是，要是这么下去，医院早晚也得让你干倒闭了。唉，算了，你们继续说吧，我去冲凉了。这时老两口才明白过来。然然，你可急死我们俩了，赶紧说说到底咋回事？庄依然这时便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爸妈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要是那招牌再近那么一点点，估计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女儿了。呸呸呸，胡说八道！而且我还告诉你们，张景纯就是算到那招牌要掉，所以才把我推开的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切，少来那一套！依我看，那是他看到你漂亮才救你的。你要是个丑八怪，你看他管不管你？得，爸，你们男人都是这么想的吧？算了，要是你们老两口不说，我还没那想法。现在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那张景纯还真行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张景纯这小子长得是真帅。哼！庄依然哼完一声便去了洗手间。你这死丫头片子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为报救命之恩，富家千金不仅免了我奶奶100万的治疗费用，甚至当场开除了医院的2把手。没成想，女孩父母误以为我是她男朋友，嫌弃我是个摆摊算命的。接上集，第2天一早，这老两口便出去打听。一说那个摆摊算命的，附近的人当然都知道。两人刚打探到张景纯家的位置，这个时候张景纯正巧和他俩迎面碰上了。张景纯可是学过定后诀这一卦术，也就是来的人不用他吭声就能知道他想问什么。叔叔阿姨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二老是来找我的吧？庄华康不由愣了一下，这小子难不成有2下子？当看到二老有点惊诧的时候，张景纯不由得看了一下2人的面相，淡淡一笑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二老应该是庄依然的父母吧？你应该就是老院长庄华康。切，我庄华康名声在外，你知道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？嗨，这老头还嘴硬。等下我不让你进带下吧，我就不叫张景纯。叔叔阿姨，外面天热，不如到我家坐坐，一起吃个早餐，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？不用了，那边有个公园，我们随便聊几句。老头说完便拉着老婆走了过去。到了公园，庄华康这时抹了把汗。叔叔别坐，我去，这怎么有水？狗尿！你小子怎么不早说？张景纯努力憋着笑，我这不也才看到吗？叔叔别急，我这刚好买了矿泉水，你洗一下吧。这小子算是有点眼力劲。好了，今天我找你就一件事。还没等他开口，张景纯直接打断话茬，说你是不是想说让我离开你女儿庄依然，怕我骗你女儿，嫌我是个风水先生？看样子你小子还挺聪明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在老头一脸严肃地说这话时，一旁他老婆正偷偷地冲着张景纯竖着大拇指。干嘛呢？没干嘛呀，我觉得这小伙子可以啊，我们想什么人家早就明白了。依我看，张小子的确是个能掐会算的风水先生。切，我看这小子就是个猴精，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鸡贼。说你不相信我，也不至于这么挖苦我吧？不说那些没用的，今天找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不要跟我女儿交往就行了。只要你答应，你奶奶看病的钱我可以不收。一听这话，张景纯有些生气了。老爷子，那医药费我会1分不差的还给你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但是3天之后你就会对我刮目相看。我也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有求于我，那就别怪我也用同样的待遇来对你。什么？3天之后对你刮目相看，真是个笑话。我还求你，你想什么呢？可笑。庄华康说着就要走，就在两人往外走的时候，张景纯突然开口：婶儿，过马路的时候注意点车。8点45分的时候，公园门口会有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，1死9伤。切，你看临了还没忘记吹牛呢。庄华康没好气地说了一句，
他老婆看了看时间，离张景纯说的时间还有2分钟。石儿，赶紧拉住他，要不然出车祸的就是你们。老头子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庄华康也是个倔脾气，你这死老太婆当了这么多年医生，你也信他这鬼话？我就要到那个时候过马路看看出不出车祸，我就是要当面揭穿这小子的鬼把戏。说着，庄华康竟然加快了脚步。老头子，别！他老婆用尽全力拉了一下，庄华康一个没站好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你这死老婆干什么？砰的一声巨响，现在正值早市，这一车上去可不得了。庄华康眼看那车压着自己的脚边冲过去，一阵血雨喷出，所有人吓得尖叫不止。他老婆双腿一软，也坐在了地上。当二人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却见张景纯头也没回的走。老太太刚想去叫，张景纯直接上了辆公交没影了。老头子走了，这小伙子绝对是要去医院，咱们去医院找他，一找一个准。找他干嘛？庄华康虽然心里动摇，不过嘴上还是不认，一路小跑通了过去。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，所以庄华康顾不得什么，也加入了救人的行列。没多久，警察、救护车相继赶了过来。报告队长，一死九伤，那卖凉皮的人都被拦腰截断了。一死九伤，庄华康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我去，这小子难不成真有两下子？不可能啊！我从医一辈子，那可是个绝对的无神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？算命的不都是些江湖骗子吗？老头子，听到没？一死九伤，一个不差。切，歪理邪说，说不定是蒙的。那你给我蒙一个试试。走走，大早上的碰上，这是真晦气。改明有时间了，带你环球旅游去。切，这话说了一辈子了，去过哪？你告诉我，你的话呀，还不如一个屁，屁还会臭一会儿呢。我的兜里穷得叮当响，却把身价100亿的土豪气得手脚发抖。只因他误会我在跟他女儿交往，嫌弃我是个摆摊算命的死穷鬼，却不知道我能提前预知未来。3天后，我将一夜暴富，喜提6000万。这回呀，多亏了我孙子，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啊就没了。好孙子啊，你爷爷可说过，算卦看病的人因为泄露天机容易5弊3缺。之前我不信，自打你爸无疾而终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可能真的跟这有关系。所以呀，孙子你还是别干这个了，出去换个活，哪怕到超市当个保安都比这强。奶奶，我听你的，等你出了院，我就出去找个保安当当。趁着奶奶睡觉的时候，张景纯查了一下兑奖日期，这才知道60天内去兑奖都可以。不过震惊部省说10号，那就10号去。妈，我先出去一下，有事打电话。谁来了，老弟，大老远就看到你，磨蹭啥呢？这女人怎么跟个鬼似的，走路都不带声的？赶紧的吧，工作人员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不应该是去省中心兑奖吗？怎么？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？我这票站今年销售额全市第1，所以上面特殊照顾，才派人到我这来进行兑奖。写这事儿就证明，只要你有能力足够强大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笑着给你让步。你要啥也不是，还不努力，可没人惯着你。这下明白没？哦，明。一想到马上就要喜提6000多万，张景纯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美。老头子，你干嘛呢？马上就要开奖了，快点！干嘛？这桌子不用擦呀，这碗不用洗啊。之前我还盼着退休了，可以好好休息，现在倒好，家务活全都给我了。你这老太太坏得很。你说什么？我伺候了你大半辈子，让你洗个碗还不乐意了？我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副德行？你上班在办公室一坐，吆五喝六的，我呢，整个医院的财务后勤都得我管，我不比你累，真有你的，想过就过，不想过就拉倒，离婚。你这老太太怎么现在老把离婚挂嘴上？哼！庄华康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说话呀！你想吃苹果还是梨？梨，吃了就离。哼哼，就喜欢看你被老娘对的屁都不敢放的样子。得劲儿！老太太正偷着乐，正巧一眼扫过电视。呀，老公，怎么了？老头子，快看，这不是咱女婿吗？怎么就成你女婿了？我去，这小子怎么在这？老头子，你想起来没有？那天早上咱们找他的时候，他说3天之内让咱们刮目相看。不会这小子早就算到自己能得大奖了吧？切，你可拉倒吧！要是这都能算得到，那他还不得天天中奖了？你忘记那天马厚德打电话的事了？自己妈都跪下了，连自己家的宅基地都要拿来抵债。他要是有那本事，还用费那个劲？说的也是哈，难不成他是过去打杂的？这叫乱入镜头。以我看，这小子也是想着买票发大财而已。就在这老太太快被庄华康说服的时候，接下来的一幕让二人都不淡定。下面有请工作人员进行验票。我的傻弟弟还愣着干嘛？张景纯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走到讲台中间。当这两口子看到张景纯把2张票递交给工作人员时，顿时傻眼了。天哪，这小伙子太牛了！听他们说，这回的大奖税后还有6000多万呢。庄华康听着这些人的谈话，手抖的就像得了帕金森似的。自己可是10几年的老彩迷，最多也就中过500块钱，这小子竟然一下得了6000万。信息确认无误，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。紧接着，工作人员把那制作好的大支票牌子递给了张景纯，上面写着6000万，台下顿时掌声如雷。张先生，
听说你是一名风水师，请问这次巨奖是不是也是你算出来的？记者同志，这还用说呀？他可是个风水先生，他家之前开了一家紫竹风水馆，他老爸就是风水大师张重阳。没错，8号的时候，那思雨华店前招牌差点砸死人那事，就是他算出来的。当天我就让张大师帮我算了一下，我家孩子就在他说的方向找到了。先生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？我相信，要是你有这个本事，经过这次宣传之后，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。大家别误会，我就是感觉来了，随便买了2注而已。对，感觉来了。当时他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把我乐死了。就在这时，张景纯感觉到手机一阵震动，便拿出手机，低头一看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震惊部紧急报道：大众时代广场福利票站旁的老地方石锅鱼液化气发生泄漏，引起爆炸，8死8伤。张景纯忙看了下事故发生时间，顿时大叫一声：“快跑，要爆炸！”我意外从黄皮子那得到提前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今天就是我去票站喜提6000万的日子，却没想到就在我登台验证完后，隔壁却突然发生意外。张景纯突然来这么一嗓子，顿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张大师，咱们这还直播呢，能不能严肃点？我是认真的，快跑！老板娘听我的，快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说完，张景纯一把抓起老板娘便拉了出去。讨厌，你的手抓哪呀？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，就见旁边石锅鱼的店子里顿时火光冲天，就连福彩票站的一面墙也给炸倒了，众人都受着伤跑了出来。眼见这一幕，张景纯也是心有余悸，而旁边的老板娘此时已经完全被吓傻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老弟，今天你可救了我一条命，给姐个面子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大奖的流程都完了，现在拿着你的支票去银行领取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去了。等等，注意安全。老板娘这么一提醒，张景纯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对呀，我这可是中了6000万，万一被人谋财害命怎么办？趁着众人被爆炸的事情吸引，张景纯赶紧溜了出去。钱现在还没到自己账户，只有去银行转到自己名下才算安全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奶奶真的太需要这笔钱了，自己这条咸鱼能不能翻身也全靠自己。转眼，张景纯来到一处公厕，进去后便打开手机，搜索中了巨奖的人会不会被跟踪，怎么才能保证人身安全的字样。度娘果真没让他失望，一下子跳出来几页骇人听闻的消息：荷兰夫妇中奖3亿，被邻居碎尸喂狗；打工仔体彩一组号码连买5年，中大乐透558万元，福施鱼塘。张景纯正看得心里发毛，就在这时，一阵脚步声走了过来，停在了他的蹲位前。不会吧，真的被人跟踪了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门一下子被推开了，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家伙刚要进来。谁？有人？张景纯赶紧将门关上，这才发现自己太过紧张，进来时都忘记锁了。喂，能不能快点？既然不是打劫的，那就不用怕了。快不了，内置外置混合制，跟阿波里渣子似的，能快得了吗？我靠，真他妈恶心！胡子男干呕着出去了。这时隔壁传来了几个笑声，没一会儿，旁边的几个蹲位的人陆续出去了。里面那人真他妈能蹲，害得我没办法，头一回用了2手指，奶奶的！你还好，我呀连2手指也没有，用手抠的。张景纯听得一阵无语，提上裤子便去了银行。没过5分钟，钱便顺利的转到了他的名下，接着又打车去医院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刚一下车，就让2个人给盯上了。快看，来了！这2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庄华康2口子。2人正嘀咕着见了张景纯该怎么说合适，再抬头便发现张景纯不见了。看都怪你，现在人都不见了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庄华康气呼呼地嘟囔着，他们不知道张景纯天生耳聪目明，听力比常人好上几倍。张景纯听到2人说话，便躲了起来，想偷听一下2人跟踪自己的目的。切，凭什么怪我？得了，我也不跟你吵了，等下咱们直接去医院。现在还是想想怎么和人家和解吧。女儿可不小了，再不找男朋友，估计就真成了老姑娘。这事儿你看着办。这样吧，来个狠的，把他奶奶转到贵宾 VIP 房，再加上看病的后续费用全部报销。切，你还以为人家是个跑江湖的穷小子啊？再说了，你说那后续的费用，咱家依然早就答应人家了，你再说这些，那不等于废话吗？这个死丫头片子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该完全放手，让她当个副院长就好了。现在好了，弄得她老子啥也不是。现在后悔了，之前我就告诉你，多待2年，等女儿找到女婿再说。你偏不，现在好了吧？哎呀，你这老太太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为什么说这话？那还不是为了兑现我这么多年的诺言了吗？我那房车的事儿不都给你看了吗？还是想想怎么接近这张景纯吧。你想啊，这小伙子这么能掐会算，没钱了算一下就中个几千万，还开什么医院啊？咱们2个可是当了一辈子医生，这行业有多辛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啊，这臭小子还真行，没钱了算一下就中个几千万，这小日子多爽啊！我要是没有震惊部的 APP， 我哪有那本事啊？最多破个阳煞阴劫的还行，算彩票还真没那本事。哎，对了，要不这样，以后啊，他妈的，只要是生病的事儿，咱们医院全部报销，这个条件够可以了吧？憋了半天，你就憋出一个屁来，关键时候还是得看我的。傻，快说！说着，2人便低声嘀咕起来。
老太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，就这么着。张景纯本来还想听听到底在说什么，没想到现在啥也听不到了。我刚喜提6000万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奶奶，没想到之前嫌弃我是个穷小子的富豪，为了让我做他家上门女婿，竟然胁迫我的母亲，还要让我以后的孩子跟他姓。接上集，张景纯见二老离去，这才慢吞吞的往医院走去。刚到走廊，便看到他妈站在门口，正一脸喜悦的向他招手。妈，捡钱了。捡你个头！你奶奶转到 VIP 病房了，里面老好了，空调、厨房，就连洗澡的地方都有，简直就像个大酒店。这老头速度还挺快，不过现在有钱了，就算他不转，自己也要把奶奶转到 VIP 病房。转眼来到 VIP 病房，张景纯奶奶的精神比着昨天更好了。哎呀，我老太太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没想到这一生病倒是住上了。我们院长叫您过去一下。好好，妈，让我去吧。我去，你呀，多和你奶奶说说话。转眼，张景纯的母亲便跟着护士来到院长办公室门前。你好，您是景纯的妈妈吗？对，是我。你是院长夫人？对，就是我。快进来坐。庄夫人连忙上前拉着她的手，就像多年未见的好友，弄得她有点受宠若惊。院长啊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您放心，手术费的钱我一定会。不，景纯妈妈，这次咱们找你就是谈一点私事。私事？什么私事？是这样，前些天景纯救了我女儿的命，我们一家人商量了一下，手术费还有以后的医药费全免，包括你和你儿子，要是哪不舒服也都全包，分文不要。啊，这怎么能受得起？我们看着张景纯的妈妈一脸受宠若惊的模样，老两口对视一眼。张景纯那臭小子不好搞，就拿他妈先开刀，就不信他不听他妈的话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我听说你儿子现在还是单身啊？对，他们这个圈里也没有机会跟女孩接触，所以就耽搁下来了。哦，刚好我女儿也是单身，要是你觉得行的话，就让他们俩，我是说先处着，行就发展，不行就当个朋友。这事儿怎么样？我是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孩子他们怎么个想法。再说能找到怡然这样的大小姐，那就是我们祖上冒青烟的大好事儿。别这么说，景纯这孩子会的可是一门高深的传统绝学，了不得。要是你同意的话，我们改名就先给孩子提辆车，再给你们弄套像样的房子，特别是老太太回去静养的时候，一定要住得舒服，身体才恢复得快。一听又买车又买房的，把张景纯的老妈直接给整晕了。要是他俩真成了，我们就把这医院的法人写上他俩的名字，各占50%股份。要是景纯不想在医院干，我就给他投资开家公司，全权由他处理，这都不成问题啊。这诚意我都说到这，不过呢，我这里还有个小条件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啊？什么条件？你别紧张，也不是什么小问题。我家就我一个女儿，要是行的话，就到我家来。你是说让我儿子当你家上门女婿？呵，现在还有什么上门女婿？咱们都住在花城，结婚之后和孩子们也都分开住，就是有一点，以后生了孩子要跟我们装姓啊。这不还是一样？大妹子，你可得想清楚哦。别的不说，就这医药费，包括以后看病的钱，那可不在少数，一般人家是承担不起的。手术虽然很成功，但是一旦断药，命不久矣，你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病魔活活地折磨死。爸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我再重申一遍，张景纯奶奶的病，手术费包括后续所有的费用都由医院全部承担。伯母，现在这医院的法人是我的，我说了算，不要听我爸瞎说。庄怡然的到来，一下把二老的计划彻底打乱了。差一步就成了，这死丫头怎么过来了？就在这时，张景纯一脸得意的走了进来。庄华康顿时明白了，张景纯，是不是你小子把我女儿叫过来的？对呀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为了让我做你家上门女婿，竟然来胁迫我妈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胁迫你妈了？我是想让……别说了，之前是谁说让我离你女儿远一点？现在知道我有真本事，又厚着脸皮要挟我妈。依然，你放心，给我奶奶看病的钱，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们。妈，我们走。你个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和我女儿在一起了？爸，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是你听听，这是什么？庄怡然这时打开手机音频，里面播放的正是那天他们找张景纯谈判时的录音。这下庄华康才明白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张景纯竟然是个老江湖。最重要的是，女儿好不容易遇到了喜欢的男生，竟然让自己给毒死了。爸，你们可以回家了，以后我的事儿都不用你们管。哼！看什么看，都是你做的，现在好了，你自己过吧。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。
富豪前脚让我离开他女儿，后脚就胁迫我母亲让我做他家上门女婿，却没想到被我识破，找来他女儿坏了他的好事。接上集。儿子，以后说话可得收着点，这么多钱咱们上哪交去啊？要不你去给人家大小姐说说情，要实在不行就写个借条，咱们慢慢还。不用，你儿子有钱了。有钱了？哪借的？天雷子那儿。姐，不要提他。你看，我给他发了借钱的消息之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回。我去，现在都把我给删了。不会吧？妈，不信你看，我现在就给他发条消息，要是删了好友的话，消息就发不出去。张景纯说着便打了几个字。二狗子在吗？你这臭小子，怎么说他也是你师叔，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？妈放心，他把我删了，绝对发布。我靠，什么意思？刚刚试的时候还显示对方拒收，现在信息怎么发出去了？张景纯不知道的是，天雷子看到他借钱的消息，便马上把他拉黑了。而当得知了他中了大奖的时候，便又偷偷的移出了黑名单。师侄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？不过你个臭小子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师叔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叫了，明白没有？姐，张景纯早就看透了他，回了一句语音：二狗子，我那天给你说借我500万给我奶奶看病的事儿，想的怎么样了？叔不是不借你，是叔现在都穷的叮当都不带响的。对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小子中了6000万，网上到处都是对你的报道。不瞒你说，叔现在也是遇上事儿了，刚好想向你借点钱用用，所以你看能不能先借师叔200万就救急？你放心，等道观善款一齐，我第一时间还你。这回看你小子怎么说。靠，骂老子二狗子，现在还把我给删了。老子行走江湖几十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瘪，给老子等着。妈，快点！张景纯出了口恶气，心情一下舒畅多了。儿子，干嘛去啊？交我奶奶的钱。依然不是说不让咱交了吗？再说了，咱们也没钱交，不是？等有了钱再还人家也行啊。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6132万。妈，你别用这眼神看我好不好？你就说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是不是感觉头嗡嗡作响，鼻子是不是发热，还有种一口气喝了半瓶闷倒驴的那种上火的感觉？哎呦啊！妈，松手啊，耳朵都要揪掉了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啊！别说话，过来。儿子，这钱哪来的？我可告诉你，再苦再穷也不能偷，不能抢，更不能骗。妈，你想哪去了？这钱是我买彩票中的。说着，张景纯便抢过手机，找到他中6000万大奖的新闻，递到他妈面前。妈，你自己看。我信你个鬼！而当他妈看了之后，还是不相信，又搜了一下相关的关键词。当看到各大媒体都争先报道的时候，顿时狠狠地咽了口水。妈，我没揍你吧？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快掐我人中！啊，好，我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妈才清醒过来。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呀？害得我都想让你去做上门女婿去了。妈，你儿子的运气来了，这个钱啊，我现在就转给你，你说怎么花，咱就怎么花。转我干嘛？这是你的福运，你得留着。好，妈，那你现在要不要还这个医药费？还，当然要还。人生在世，最不能欠的就是人情。走，现在就打钱，1分不能欠。有了钱就有了底气。看着母亲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，作为儿子，张景纯特别的高兴。虽然在付款的时候，庄依然刚好过来阻止，不过老太太心意已决，还是1分不少的付了。依然，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，你和景纯的事啊，就看你们的缘分吧。哎，阿姨，我……就在这时，张景纯的手机响起。当他打开手机一看，顿时眼前一亮，没错，又是震惊部推送的消息。而当看到那标题的时候，再次瞪大双眼，真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母亲刚被我吓晕过去，醒来就跑去医院柜台给奶奶缴费，甚至拒绝了医院女总裁的好意，原因是我福彩中了6000万。接上集。震惊部简讯：打工小情侣私奔花城，出租房竟然意外获得800万现金。点击详情进入。我去，又来个800万！哎，臭小子，人家依然跟你说话呢，想请你吃个饭。这个时候的张景纯哪里还有心情吃饭？改天吧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得先走了。妈，你先帮我陪一下依然哈。回聊。哎，你庄依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好的条件，他好像不太感兴趣。难不成我还不够优秀吗？我可是要头有头，要脸有脸，该秃的秃，该凹的凹啊！转眼张景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打开手机仔细查看。富康电子厂员工吴某阳和李女士因双方家长棒打鸳鸯，二人连夜私奔到了花城。8月15日，二人租了一间马上就要拆迁的老房子，没想到就在二人打扫房间时，竟然意外发现800万现金。8月15还有2天时间。不对啊，这上面怎么描写的这么模糊？不但没有写全名字，最重要的是地点都没写，太封闭了吧？你姐，我姐，臭小子，台招是吧？让你中了6000万的福彩姐姐。哦，好，马上到。没一会儿，张景纯来到票站。来了，老弟。姐，这回可是麻烦你了。麻烦啥？就炒了几个家常小菜。说真的，我还是打心眼里感谢你，都恨不得以身相许了。说话的时候，高孝玉还故意挺了一下身子。张景纯顿时咽了口口水，赶紧挪开眼睛。妈呀，这身子真上道。好了好了，看把你吓的，姐还能吃了你呀！来，老弟进来坐。知道姐为啥要谢你不？
为啥？我的傻弟弟，你得了巨奖，你姐姐我那也有分成的，因为沾了你的光，我也得了120万的大奖。你说要是换了你，要不要感谢人家？哦，还有这么一说。那当然了。哎，晨晨，你还想要点啥？姐都满足你。老板娘别这样，要不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生瓜蛋子。姐就明说了，姐不图你啥，就是想单纯的谢谢你。你要是有需求的话，姐今天就是你的人了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啊，这跟闲不闲着没关系吧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有自知之明。离婚后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是单纯的想谢谢你。今天之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谁也不认识谁，行不？不了，我得走了。走啥走？来吧。完了，这次非得让他给霍霍了，怎么办？是从呢，还是半推半就的从呢？还是？谁？老板娘是我，吴海洋。我们刚从老家过来，你看能不能把身份证先还我？我进了厂发了工资就还你。早不来晚不来，真是烦人。吴海洋，不会就是这个吴海洋吧？当听到这个名字时，张景纯不由得想起了那条震惊部里说的简讯。那出租房里发现800万现金的人，不就是叫吴某阳和林女士吗？老板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次真的麻烦你好人做到底吧，麻烦先把身份证还我一下，哪怕借我到厂子里登个记再给你都行，真的求求您了，老乡。哼，王八蛋，还好意思叫老乡？你欠我的1800块钱什么时候还？要不是问你朋友，我都不知道你自离了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是吧？完了，想要身份证也行，把欠我的钱先还了。老板娘，我不是故意不还的，是我买彩票没中奖，就想借朋友的钱去赌博赢了好还你，可是没想到他们几个出老千，害得我欠了2、3万，我是没办法才回老家多几天呢。而且我老婆现在又怀孕了，气都气死了。你说这娘们怎么这么容易怀孕啊？我都怀疑她是头猪。吴海洋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都为你堕了99次胎了，医生都说了不能再留了，要不然这辈子都生不了了。生你个头啊！生了拿什么养？看到你就烦。老子要不是为了你家那拆迁的破房子，我会稀罕跟你这老女人在一起。大老子8岁，你这是老牛吃嫩草，明白吗？你不是人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带着孩子走。你走也行，我手机里可有你的小视频，你敢走我就发出去。你试试。此时张景纯已经确定简讯里的就是这2口子，原本他还觉得截胡人家800万，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，而现在面对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截了他的胡，那简直就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老板娘，大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不还我身份证也行，那能不能再借我500块钱，让我们先找个地方住，等进厂发了工资再还你。现在我们都2天没吃饭了，你看这嘴皮干的。滚！就在这时，张景纯开口了：“哎，姐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要不先借他点钱。”对，这位大哥说的对，老板娘你就行好吧，反正我的身份证在你这，我哪也去不了不是。放屁，他在我这买彩票都借了1800块钱了，你还让我借，我都怀疑你们是不是一伙的。姐，有句话叫穷凶极恶，逼到一定份上，这些人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刚刚也说了，他知道你是孤儿寡母，估计早就盯上你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别急，有我呢。说着看了一眼吴海洋，好了，我也没钱，等我开导一下我姐，你们在外面等着。哦，好。我只是想吃顿饭，没想到老板娘竟然缠我的身子。就在我半推半就的时候，门外突然来了对上门借钱的夫妇。接上接。老弟啊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真借啊？我打听过了，只要他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借过钱了，一个都没要过来。你借了就是打水漂。姐，你觉得我有这么傻吗？刚刚我帮他卜了一卦，要是今晚不把这个男人拿下，估计这女人会有血光之灾。这男人不是东西，但是这女人可是无辜的。血光之灾，真的假的？你觉得我像在说谎吗？不像。好了，笑玉姐，今天的饭我就不吃了，改天我请你。那就海盗姐这来，这里方便。我本来只是想吃个饭，没想到你竟然一直惦记我的身子。行，走了。说着便走了出去。见张景纯从里面出来，吴海洋赶紧乐呵呵迎了上来。大哥，终于把你等出来了，那钱？走吧，前面有个银行，我现在就取给你。大哥，你好人做到底，就多取一点吧，给我取个2000或者3000吧。这老女人还有一个小女儿呢，要上学吃饭什么的。当听到还有一个小女儿的时候，张景纯顿时乐了，所有信息完全对上。只有400，要就要，不要唠叨。才400，租个房子都不够啊！张景纯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这一下吴海洋急了，赶紧拉住大哥，我错了，400就400。没一会儿，张景纯出来把钱给了吴海洋，给你1个半月的时间，把钱还我姐那就行。你要不还，后果自负。好，谢谢大哥，能不能留个电话？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就走了。好，大哥好人啊！张景纯走进旁边的一胡同，转身绕到2人身后跟了过去。不得不说，这吴海洋真不是东西，女人身上大包小包的东西，这货一点都不同情。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张景纯大吃一惊。妹，能不能快点啊？我他妈都饿死了。你还真的啊？哼，你还演上瘾了是吧？钱都到手了，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赶紧拎着行李走。是，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怕露馅吗？嘿嘿，说实话，你老公的演技怎么样？切，还好意思提演技，没一点长进，磨叽了半天才弄到这点钱。就是，这家伙真小气，只给400块钱，还想着还他个鸡毛。
什么？张景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时候竟然剧情大反转，这到底演的是哪出啊？老婆，想吃沙县小吃还是炒粉？吴海洋这时背起那大包小包，像头驴一样。炒你个头！今天弄了400块，走去吃剁椒鱼头去。张景纯此时眉头紧皱，头有点发毛。这两人没按套路出牌啊？难不成这2人不是简讯里说的那2口子？没过一会儿，又来了2口子带着2孩子，2人一起迎了进去。过了近2个半小时便出来了。你们今天晚上找到房子住了吗？要不到我那住。不了，我们再去找找。行，那就把我侄女带走了。一夜过去，可把张景纯折磨得不行。为了800万，他硬是陪着2人在公园给蚊子喂了1晚上的奶。要是弄不到那800万，真是亏死了。接下来2人只要看到有招租的就打电话，张景纯就跟在后面，也是又累又困。这800万可真难挣啊，就不能把信息写得全一点吗？跟中那6000万一样，3下2下钱到手，多好。就在张景纯都有点没耐心的时候，路边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2人边上。哎，2位等下。叫我们？对呀，你们是不是想找个便宜点的房子？我那有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大妹子，我那房子就是旧了点，不过收拾一下还挺好的，月租400块，水电全包，3房带1小院，你们觉得行？咱们就聊聊。2人一听，顿时有些警惕，在这寸土寸金的花城，400块还包含水电，还带1小院，说出去谁信？为什么这么便宜？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就上车吧，我带你们看一下就行了。好，走看看去。老婆，我们还是走着去吧。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给卖了。走。说完2人便上了车，一溜烟没影了。哎，别啊！张景纯傻眼了，赶紧扫了一辆共享单车，疯狂的追了过去，结果自然是没追上。转眼到了中午，张景纯又饿又困，本想找个地方吃饭，不过当他走到这路上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这店子怎么都关了？不对，以前这地方很热闹的，阳台上飘的那可都是花花绿绿的大裤衩子。妈妈罩子，现在怎么好像变成了一座空城？不行，我得往回走了，万一不小心走到18层地狱，那岂不是完了？作为一个风水师，张景纯可明白有很多超自然的东西是人们不可预知的。就在他打算回去的时候，便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川味小炒的店子里出来了2个人，刚刚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。有人，太好了！蒙谁涂了蒙卡，蒙谁涂了蒙谁卡，大地瓜那么烤地瓜，1块钱能买。我的脸上有咒语吗？搞错了，再来。老板，为啥这里就只有你一家店营业，其他人都去哪了？这地方就要拆迁了，所有人都搬走了，这段时间还不用交房租，所以打算干到他们开工我就走人，赚1毛是1毛的，多好！哦，这样啊，看样子自己又进了一步。简讯里说那800万的现金，估计就是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张景纯无意中看向窗外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只见不远处走过来2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那吴海洋和姓林的女人。张景纯赶紧跟上，当看到他们租的地方的时候，顿时喜出望外。这样。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这才过1晚上你就要我们还钱啊？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刚才经过这里，听着声音有点耳熟，还以为听错了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们。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唉，一言难尽啊。这不昨天你好心借了我们400块钱，我们没舍得吃没舍得花，就想着找个便宜房子住下了。在他说没舍得吃的时候，张景纯的目光正好落在了一旁的桌子上。哦，这个，那饭店的老板是我老乡，看我们可怜，就把客人吃剩下的给我们打包了。哦，你是说大路边的那四川老板吗？你们也是四川的？啊，对对，哦不，我老公不是四川的，我是四川的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紧张，我就是闲聊2句。这地方这么破，怎么能住人啊？而且据我所知，这一片都要拆迁了。啊，这你都知道？我是本地人，当然知道。没事，你们先吃，我随便看看。说着，张景纯便开始四处打量起来。只要能把这房子结下来，那800万的现金就等于到手了。不过，怎么才能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往坑里跳呢？那个大哥，你真是本地人啊？对呀，张景纯这时故意掐指算着，这2口子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弄得一头雾水。老弟啊，你这是干啥？你还会看风水吗？我叫张景纯，出生于风水世家。家父就是向师之祖郭璞的8代直传弟子张重阳，我现在也是继承了家父衣钵，替人消灾解难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你可真牛，弄得我差点就信了。不相信吧？那不如让我为你免费补上一卦。好，算我的。行，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就行。身份证不准，大了1岁多呢。我给你报一下吧，我叫林娟，生于1985年7月1日中午12点。这么年轻的风水师还真是头一次见。算卦的不都是街边的老头吗？你都能算啥？算算我什么时候发财，还有我这辈子有没有儿子命。别急，稍等片刻。说着，张景纯便闭眼掐指算了起来。蒙谁涂了蒙卡，蒙谁涂了蒙谁卡，大地瓜那么烤地瓜，1块钱能买。我的脸上有咒语吗？搞错了，再来。把你的手伸出来。哦，好了。啊，这就好了。那你说说看。我刚刚看了你的生辰八字，结合面相和手相之后，得出了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我不敢说100%，但是准确率绝对可以达到90%。大师就是不一样，连牛都吹得这么满。也对，反正吹牛又不要钱。林娟本想憋着的，不过实在看不惯张景纯装大师的样子，便毫不避讳的说了出来。听我说完了，你再评价。注意了，
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。说吧。第一点，你不是你父母的亲生骨肉。吴海洋一见林娟的反应，顿时也傻眼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爸妈的亲生骨肉？不会吧？那房子拆迁的事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别听他瞎说八道。我是不是瞎说？恐怕只有你心里才明白。那么你还敢听下去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往下编。对，赶紧说说。好，按卦辞来看，林娟不是你的本名，你本姓王氏，名叫王艳玲，姐弟3人，你是老大，对不对？听到这，林娟顿时心跳紧促，汗都流下来了，不过依然强装镇定。切，继续说啊。虽然林娟说的很强硬，不过张景纯已经从她的眼神里看出，她早就慌了。可以，不过接下来我要说的太过隐私，更不适合当着你老公的面，你确定还要说吗？别扯那闲犊子，说。你没生斩子剑，注定终身无子。你家人都重男轻女，你妈刚出月子就被你爸逼着同房，可最后不是女儿就是死胎。而那年刚好路过一个假和尚，说你是那孤魂野鬼的怨灵所化。当时你爸想要打死你，是你妈跪着为你求情，这才放过你的小命。再后来，你妈因为吃药暴死家中，你爸领养了1儿1女，你彻底沦为家里的奴隶。邻居可怜你，送你1件旧衣服，可你奶奶得知后，愣是跟人家闹了3个多月。所以打那以后，全村人看到你就像看到瘟神一般，让你彻底的心灰意冷。这还不算完，就在你8岁的时候被人强暴，你便跳河想一死了之，没想到却被人救了回来。你本以为这是你不说就没人知道，可那人反而找到你家，要挟你家人每个月给他钱，否则就把这事说出去。你全家气得不行，最后决定把你嫁给一个老光棍。可那老光棍患有肺结核，把你嫁过去，无疑就是把你往火坑里推。一想到他妈，林娟嘴唇颤抖，紧攥拳头。在她的人生中，只有妈妈是真心对她好的人。那时你再也忍无可忍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了，你变得不再抗争，不再流泪，而是笑了。你跟他们说答应嫁给王麻子，那就让我今天给家人再做最后一顿饭吧。全家人听着你的话，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，说孩子长大了，懂事了。说到这个时候，林娟的脸上开始抽搐，仿佛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。你在做好的饭里加了1包老鼠药，这顿饭全家人都吃得很开心。那顿饭后，除了你之外，全家老小全部身亡。话音未落，林娟双腿一软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大师，别说了，我信，我全都信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太恨他们了，都是他们逼的，我真的太苦了。望着跪在地上的林娟，张景纯真的很同情她，她还那么小的年纪，谁也不会相信这灭门事件会是这个小丫头下的毒。好了，赶紧站起来吧，我相信这么多年，你的心里也很难过。没事的时候多回老家烧烧纸钱，努力做个好人吧。是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没过一会儿，被林娟支出去的吴海洋回来了。老公，这张大师算得太准了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真的？那你就那房子的事儿没问题吧？老提这事儿，放心吧。那就好，现在我们就等着拆迁了。对了，我觉得还是让你爸写个遗嘱。林娟赶紧给他递个眼色。大师，要不你再帮我们2个算算，看看能不能生一个儿子。对，大师，你帮我俩算算。别着急，我帮你相一下面。你没生斩子剑，注定终身无子。什么意思？你双眉之间的这条竖轴穿过眉心，直至眼角，将元气一分为2。这种深深的皱纹在面术上就叫斩子剑。如果这条竖轴不过眉心，并无大碍，而你剑指木根，故这辈子注定无子。你胡说八道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怎么能咒人呢？我还说你这辈子生不出个子来呢。你给我闭嘴！娟儿，我看你是被他忽悠绝了，还什么风水大师？行，那你再给我算算，你要是算准了，还钱的时候我翻倍，还你800块。行，那我就帮你算算，把手伸过来。一下生辰八字，一下看脸，一下看手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学的这么杂，能准得了吗？张景纯并没理他，而是继续掐指算着。你看看，年纪轻轻装什么深沉？依我看，他就是个跑江湖的大骗子。已经算好了，想听吗？听啊，说说看，我就想看你能算出个什么来。说，张大师，别理他，我相信你。不过这事儿不能当着你的面说，吴海洋介意不说话。一听这话，林娟便想起了刚刚给他算的事儿。难不成这吴海洋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我吴海洋做人坦坦荡荡，光明磊落，没什么事情不能让我老婆知道的。放心大胆的说。见吴海洋一副开水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张景纯心中冷笑。行，不过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。那我说几个关键词，你再决定让不让你老婆听。听好了，第一个，8月1号晚上，如意旅馆。不，那是天知地知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，这家伙绝对是蒙的。还不信？行，第2个关键词，你的养女秀秀。秀秀，我女儿怎么了？吴海洋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啊！此时吴海洋的汗都下来，他知道这事儿要是捅出去，那可是坐大牢的事儿。张大师，别闹，这可开不得玩笑。张景纯其实也没想到，这看似普通的2个人，竟然会有这么多泯灭人性的事儿。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先让他们离开这个房子，以后再处理吴海洋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那天晚上，吴海洋翻看了你女儿的 QQ 聊天，发现她正和一个男生在聊天，说话有点过线，以为是早恋，便偷偷的打了他一顿，没敢告诉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天发现他拿着手机和一个男人聊天，很过分。那天我也输了点钱，没地方
放发火，就揍了秀秀一顿，真的没别的，你别多想。放屁，他才7年级，懂个屁，怎么可能早恋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初一的时候，班里就有好几个早恋的。你不相信我，你还不相信张大师吗？林娟虽然不太相信，但是一想这话出自张景纯，这才表示默认。张景纯知道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了，要赶紧把他们打发了再说。好了，林娟，刚刚我在这小院里走了一遍，发现点问题，想不想听？不想听我就走了。一听这小院有问题，林娟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。想听想听，大师你赶紧说说看。就在我进这老宅时，就感觉这地方不对。这老宅阴暗潮湿，鼠蚁横行，阴煞极重，不适合居住。如果在这居住的话，会被这老宅里的煞气侵袭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所以我建议你们马上搬走。啊，煞气？什么是煞气？说的直白一点吧，这老宅子里曾经有人死于非命，怨煞极重。一旦身体虚弱的时候，阴煞将会入侵身体，就算你能挺过去，怨煞也会入你心智，说不定哪一天有可能跟之前的主人一样。张大师，你别吓我们。如果不信，你们可以继续在这住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正值壮年，或许最近并无大碍。不过你的女儿秀秀，那可是正在叛逆期的小女孩，更容易引煞上身，一定要看好。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既然大师这么说了，住这那岂不是等于找死吗？老公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赶紧走。终于上套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？咱们把钱都交给那房东了，这一走，那钱不就等于打水漂了吗？你一大男人，怎么分不清轻重？没钱怎么可以挣？但是命没了，那可什么都没了。好了，我这里还有400块，就帮你救急吧。二人一听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。这家伙真是个傻缺，又给我400，你以为老子会还你吗？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那我们走了，你放心，我发工资就第一时间还你。不送，没想到钱竟然藏在这里。妈，什么事儿？赶紧过来，你奶这边有点事儿。哎，妈，你奶奶她在？不会奶奶的病又有什么意外了吧？这么多人，奶奶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慢啊？你看这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妈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又要转病房吗？不是转病房，是奶奶的病情恢复的特别好，可以回家静养了。啊，那太好了。是啊，依然还给咱们配了一个专业的护士小妹妹，24小时陪护。阿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依然啊，啥时候有空到家里做客，让阿姨给你做几道私房菜尝尝。对，我这儿媳妇啊，那手艺绝对没得说。好，有空我就去尝尝阿姨的手艺。对了，景纯，我这有点事想求你帮个忙。别呀，有事改名不行吗？我那还有800万的床垫要拿回家呢，万一丢了怎么办？帮忙不成问题，不过改天吧，我这也有点急事儿。啊，这事对你来说很简单的，要不了多久就好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的好闺蜜，叫秦岚。你好，我听怡然说过你可厉害了，还救过她的命。我明天就要出国了，所以想请你跟我们去公司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怡然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不能坑了她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他家的公司莫名其妙出了几起惨死事件，而我收购了他的公司，所以想请你帮我去看一下。有多远？没多远，驱车也就10多分钟。好，走吧。景纯，你看看这厂子怎么样？回国之前我就想着往医药开发这方面发展，没想到我闺蜜竟然提前让我把梦想完成了。你就别挖苦我了，我家的公司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，等下让张大师看看再说吧。景纯，张景纯，发什么愣啊？庄怡然这时见张景纯眉头紧皱的凝视着楼顶一动不动。凶手煞，从哪里上这个楼顶？大楼里的电梯是不是已经封了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算了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上去看一下。说着，张景纯率先走了过去，二人也好奇地跟上。此时，张景纯满脸严肃站在电梯口前，仔细观察着上面的一张纸符。这难不成是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张景纯没有多说，直接来到了楼顶。哎，怡然，看到没有？你家纯纯的腰子真好，以后啊，你有福了。咦，去你的，有什么福？就在二人还想窃窃私语的时候，张景纯突然抓起一块砖，冲着旁边的一个封死的小凸起砸去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像是个娃娃。这个叫索命娃娃，一共有2个，另一个就在下周人的手里。只要在这上面写上要操控的人名及生辰八字，就可以通过娃娃来操纵他人的生死。啊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景纯，你是说前段时间跳楼惨死的几个人，也是被这索命娃娃弄的？没错，不知道是谁这么阴毒，用这种邪术来害人。之前你父亲是不是请过风水师之类的人？绝对是被那人算计了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得问一下我爸。那你打一下电话，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好，我马上打。一番沟通后，张景纯才弄清楚了事情的起因。就在前段时间，一个中年男人找到秦岚的父亲，说他有血光之灾。正巧那段时间，他因过度劳累，心肌梗塞，差点丢了老命，就信了那人的话。之后便答应那人在公司做法的时候，全公司放假让所有人离开。后来呢？他长什么样？你还记得吗？
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她长什么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至于后来是我女儿的闺蜜替我接下了这个盘子，你要是真能帮忙的话，需要多少钱我会想办法给的。爸，他是我闺蜜的男朋友，不要钱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哈哈，那太好了，有这层关系我就放心了。谁说不要钱？张景纯这冷不丁的一嗓子，让三人都愣住了。原本心里挺高兴的庄依然的笑脸一下变僵了。这家伙还真是个铁公鸡，竟然这么抠门，真是太气人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张景纯，这场子我收定了，多少钱？说吧，我出。张景纯直直的盯着他，伸出一根手指。多少？1万、10万？那你打算要多少？100万？1块钱。我不开玩笑，赶紧拿钱。给，我现在就给你转。只要1块，而且要现金，不接受转账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哪有现金？好，那就欠着吧，记得以后一定要还我，我就喜欢别人欠我人情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现在还确定不了那凶手杀在哪，所以要等天黑之后再做决定。